一位28岁的赴英留学生，伦敦大学机械工程博士，社交媒体上的高富帅，竟然是个侵犯60名女性的变态狂。您没有看错，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背后真相更是颠覆你的认知。他叫邹振豪，一位28岁的中国留学生，在公众的视野里，他简直是成功和优秀的化身。来自广东的他家境优渥，父亲身为国企高管，母亲是名教师，妥妥的优质精英家庭。2017年，他踏上英国求学之旅，辗转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，最终进入伦敦大学学院，攻读机械工程博士。这样的求学轨迹，足以让他被贴上学术精英的标签。他居住在伦敦市中心高档公寓的39层，那是一个月租金高达4000英镑，约3.7万人民币的地方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豪车、名表、游艇如同日常用品，顶级餐厅是他消费的场所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他营造出别人家的孩子的形象，优秀、聪明且富有，仿佛是从小说中走出的完美男主，吸引着无数羡慕的目光。然而，在他这看似完美的表象之下，却隐藏着极度黑暗而变态的灵魂。邹振豪利用富二代的光环，在他的高级公寓里频繁举办派对。他深谙社交技巧，通过小某书、某信等平台添加女生好友。为了降低目标的戒心，他伪装成学术大牛，甚至深入研究女性心理学。他看似完美的伪装，吸引了许多无辜的女性，正一步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。2024年1月，伦敦警方一次突袭行动震惊所有人。当警察敲开他的房门时，那一系列发现让人大跌眼镜。抽屉里满满当当都是各类管制药品，更为恐怖的是一种500毫升快速溶剂的药。经法医证实，该药剂能在10秒内让人失去意识。他在公寓的各个角落，无论是浴室、卧室还是酒柜，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总共32个。警方从他设备里提取多达1277段视频，总时长达到了1600小时。这些视频就像是恶魔的低语，黑暗中昏迷的女性毫无知觉，而他对着镜头露出狞笑，说出安静不动的时候最迷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。他的黑色保险箱里摆满了耳环、口红、内衣等女性物件，并且每件都标注着名字和日期。这无疑是一个变态的战利品展示柜。他将对女性的侵害视为狩猎的收获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他还有一本中文手写笔记，上面详细记录着药剂量、生效时间，甚至还规划着每月目标5人。这表明他的犯罪并非偶然，而是一种有预谋、有计划的长期行为。而且他的罪行并没有因回国而收敛。警方比对后发现，他回到中国期间也对至少25名女性伸出了魔爪，只是由于受害者难以确认，案件一直都没能立案。2023年5月，一位勇敢的华人女性终于站出来，在法庭上泣不成声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她说自己求邹振豪放过自己，却遭到他掐住脖子的威胁。她说这里的隔音比棺材还好。据她回忆，在邹振豪的公寓喝下香槟后失去意识，醒来时发现浑身淤青，身下撕裂出血。还有另一位受害者，手机意外自动录下被侵犯的全过程，视频里的他无力挣扎，眼里满是恐惧，而邹振豪却冷漠地看着镜头，就像在欣赏自己的完美作品。法医报告也显示，多名受害者体内检测出超剂量的伽马羟基丁酸，这种药会使人失去记忆，导致醒来后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甚至以为自己是自愿的。而他之所以能在长达5年里逍遥法外，很大程度是依赖于他的精英身份。他打着学术访问的幌子，在中英两国之间来回穿梭，还巧妙利用学生签证避开海关检查。警方在他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伪装成护肤品的管制药，而且他善于利用网络，通过暗网购买偷拍设备，将视频存储在加密硬盘里，甚至还伪装成实验记录，手段极其高明。他熟悉心理操控之术，每次受害者醒来，他会摇身一变成为深情男友，不是送花就是写道歉信，甚至还威胁曝光私密照，逼迫对方保持沉默。
一名英国受害者哭诉说，他让我觉得自己是肮脏的共犯。案件被曝光后，伦敦大学学院遭受质疑，人们聚焦在学校监管是否存在失职行为。早在2022年，就有人举报过他有异常行为，可学校却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了了之。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伦敦夜生活攻略，用所谓的高端圈子来吸引女生，平台算法也似乎在助力他的罪行，将这些内容推送给更多的女性。之后，尽管我驻英使馆积极介入，协助警方确认受害者身份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由于两国司法协作存在一定壁垒，很多中国受害者因舆论压力不敢报警，这使得更多的真相被掩盖，更多受害者仍在黑暗中独自承受痛苦。在庭审过程中，邹振豪的表现让人愤怒。在为期5天的庭审里，他一直伪装成温文尔雅的样子，戴着眼镜、西装笔挺，看起来像个学术精英，与人们印象中的连环作案犯相去甚远。可他的内心却是无比丑恶，就连警方也承认他聪明且迷人，但这种聪明却成为他作案的帮凶。在案件调查初期，警方拿到一段关键视频，可声音却无法提取。这时邹振豪竟狡辩说，视频里女性是完全自愿的。直到审判前，警方恢复了视频声音，画面里女性明显被下药，且语无伦次祈求他住手，他这才改口说我们是在角色扮演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毫无悔意地将其变态行径包装成游戏，甚至炫耀自己的猎物，指出视频里有一个硕士生、一个网红、一个性工作者和其他本科生。他这种将性侵视为角色扮演的态度，简直是对受害者的2次伤害。目前两国警方正在通力合作，以确认更多受害者身份。警方雇佣计算机专家，对邹振豪手机超过900万条中文微信信息以及1600小时录像进行翻译和分析，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被害人的线索。警方还呼吁2019年至2024年间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女留学生，如果见过她或者与她有过接触，就赶快提供线索，并且还建立专门举报网站，希望更多受害者勇敢站出来。这起事件的曝光，让我们看到一个藏在精英光环下的恶魔。然而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相信，随着警方启动跨国调查，受害者正义将得到伸张，恶魔终将受到法律制裁。